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有没有过那种对一个地方从未真正了解，却早早贴上了标签？也许是听来的传闻，也许只是身边人的一句评价，就让你下定论。今天分享的经历就关于这样一位空姐，她在高空中飞行无数次，却从未真正看见一个地方的真实面貌。她曾经坚定地认为，台湾不过是一个设备落后、服务不佳的小岛，从未把那里当成一个值得停留的目的地。可命运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一次紧急迫降把他推入了那个他原本不屑一顾的机场，而他从未想过，正是这次迫降彻底颠覆了他对台湾的认知，也重塑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用一场危机换来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不是一段普通的旅程，而是一场从偏见走向理解的心灵之旅。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岩的内心，看看他是如何在降落的一瞬间，遇见了真正的台湾，也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张岩今年28岁，来自广州。他一直生活在这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身处高速发展的环境，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飞速变化着。作为一名航空公司的空姐，张岩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他毕业于航空学院，成为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空姐。他看惯了世界各地的机场、酒店和服务设施，总是对那些高标准的地方挑三拣四，总有一种更好的地方在哪的心态。在他的眼里，很多地方的设施似乎都无法与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相比，尤其是在对待机场的设施和服务上，张岩的标准几乎可以说是苛刻无比。他从未去过台湾，却常常通过与同事的交流，发表一些对台湾机场设施的负面看法。尤其是对于台北的松山机场和高雄机场，他总觉得这些地方的设施陈旧、管理混乱、服务质量远远无法与广州的白云机场相比。我真的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选择这些落后的机场？设备陈旧、跑道小、服务人员态度差，完全没法和我们这边的标准相比。张岩在一次休息间隙和同事小杨聊到台湾时，习惯性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尽管他从未亲自去过台湾，脑海中那些刻板印象已经深深扎根。他常常想象台湾不过是一个被岁月遗忘的小岛，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所有的现代化建设都无法与他自己所熟悉的城市相比。而这些想法，在他工作中与外界的沟通中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台湾的机场不过是个小地方，设施陈旧，管理混乱，甚至服务态度都不如我们的白云机场。你看，所有的路牌都用了繁体字，那些繁琐的地方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地区吗？张岩这样向小杨吐槽道。松山机场就更不用说了，那么点大，跑道还短，能起降的飞机都有限制，听说连自助直机都没几台，全靠人工办理，效率能高到哪去？休息室里，他一边整理妆容，一边对小杨说，语气中带着不屑。之前王队去过一次，说那边连个像样的 VIP 休息室都没有，就一个小房间，沙发还是上世纪的款式。几年前我去过松山机场，真的很小，完全没有机场该有的规模。小杨边吃着零食边笑着回应，不过你也别太早下结论，很多地方在不断改变，可能以后你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张岩从不以为然，他自信地认为自己所见过的世界才是最现代化的，而台湾仍旧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不过他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眼下大陆对赴台个人游仍有限制，往返台湾的航班也大幅减少，说不定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踏进台湾的机场了。他在心里默默嘀咕着，直到那次意外的迫降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他直飞 CZ382航班从东京返回广州。起飞后一切正常，空姐按照惯例开始了餐饮服务。就在他推着餐车走到经济舱中段时，飞机突然剧烈颠簸了一下，紧接着机身右侧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随后整个机舱开始不规则的震动。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紧抓住餐车把手，稳住身形。乘客们面面相觑，一位商务人士的咖啡洒了一身，一个小女孩开始低声啜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机长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各位乘客请注意，飞机右侧引擎出现了技术故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紧急降落。
请空乘人员立即回到各自岗位，准备紧急处置程序。广播结束后，客舱一片寂静，紧接着是压抑的低语声和几声压抑不住的啜泣。张岩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迅速收起餐车，返回自己的岗位，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尽管经过了无数次紧急情况的演练，但真正面对时，那种恐惧感还是难以抑制。乘务长紧急召集乘务人员开了个简短会议，表情严肃。飞机将在台北松山机场紧急降落，预计35分钟后到达。各位按照 SOP 程序准备客舱，确保每位乘客都明白安全撤离流程。松山机场，真的是那里吗？张岩心里暗自咕哝，眉头不禁皱了起来。那个地方设备陈旧，怎么可能处理这么复杂的紧急状况？他知道松山机场离市区很近，飞机进入时，周围的城市景象似乎触手可及。他想象着那些老旧的跑道和可能缺乏应急设备的情况，心里不禁生出许多疑虑。万一出现什么差错怎么办？我们万一无法顺利降落怎么办？这些问题在他的脑海中一遍遍回响。虽然张岩作为空姐已经经历过多次应急演练，面对这次的紧急迫降，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紧张。每次机舱里的通讯广播传来时，他总是下意识地紧张地摸摸自己的制服袖口，试图安抚自己，这是职责所在。他不停告诉自己，一切都会顺利的。随着飞机逐渐接近松山机场，张岩心里的焦虑感愈加明显。他感到自己的手心在出汗，嘴唇也开始微微发干。他偷偷瞥了一眼机舱内的其他空姐，看到她们脸上的表情也显得格外紧张。毕竟，尽管这些空姐们都经过严格的培训，但这次的紧急迫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真正的挑战。然而，随着飞机开始进入松山机场的空域，张岩听到机长和空管中心的对话时，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空管人员清晰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双语交流，以及他们简洁而有效的指示，让张岩瞬间放松了一些。他们的反应速度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慢。张岩心里开始有些许惊讶。当飞机继续下降时，张岩看到松山机场的空管塔楼灯光闪烁，机场跑道周围早已设立了警戒区域，消防车、救护车已迅速就位，等待着飞机的降落。他看到了机场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地清理跑道，确保一切准备就绪。那些他曾经认为落后的设施，此刻却显得异常高效和专业。这是我想象中的松山机场吗？张岩的心中充满了惊讶，也开始为自己之前的判断感到愧疚。原来，这个他曾经看不起的地方，竟然能够如此迅速而高效地应对紧急状况。飞机顺利降落，机舱内的灯光也恢复了正常，大家都松了口气。而张岩站在机舱内，盯着窗外的松山机场，内心的那些刻板印象似乎一点一点被打破。他依旧保持着空姐该有的专业微笑，但心里却在默默地反思自己的看法。台湾的服务人员不仅没有我想象中的拖拖拉拉，他们甚至比我们还要细心和专业。张岩心里默想。随着机组人员逐步带领乘客下机，张岩看到了一个意外的场景。松山机场的工作人员表现得如此温暖周到，不仅有医护人员协助年长的乘客，还在每一位老年乘客下飞机时主动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些工作人员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对乘客的真心关怀。张岩走下飞机，突然有一个松山机场的地勤人员走向他，递给了他一杯热奶茶。温暖的奶茶散发出淡淡的香气，给他带来一丝久违的安慰。喝点热奶茶，暖暖身子。他用带着台湾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声音温柔却不失干练。张岩愣了一下，接过杯子，感受到暖意从指尖传来。谢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回应。他大概30出头，身材匀称，眼神清澈有神，胸前的工作牌写着林建宇。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卡片递给他。欢迎你来到台北，感谢你的信任，我们一直在守护这片天空。那张小小的卡片上，字迹简洁而温暖，简单的几行字却让张岩心头一阵酸涩。他下意识地低头，发现自己的眼眶有些湿润。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竟然能给予他如此温暖的关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张岩看到松山机场的工作人员如何有条不紊地安置每一位乘客，他们为老人和小孩准备了特别的休息区，提供热饮和点心。医护人员主动询问每位乘客的身体状况，特别关注老人和有特殊需求的乘客。一位年轻女孩因惊吓过度出现轻微晕厥，医护人员立刻上前处理，动作专业迅速，不到5分钟就让她恢复了正常。更让她惊讶的是，他们对每个乘客的情绪关怀。她看到一位工作人员蹲在一个哭泣的小男孩面前，耐心地解释飞机已经安全了，还送给他一个小飞机模型作为安抚。这种细致入微的服务是张岩在许多国际大型机场都没见过的。他想起了自己曾经对台湾机场的种种批评和偏见，那些曾经以为的差劲和落后，瞬间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我错了，我完全错了。张岩在心里轻声自语，情不自禁地轻轻摸了摸那张卡片。这一刻，张岩不禁开始反思，自己对台湾的看法竟然是如此片面和肤浅。他曾经对这片土地的冷漠，对这里人民的偏见，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了解。直到此时，张岩才明白，自己过去的傲慢和无知才是真正让他感到羞愧的事情。一位年长的台湾机场主管亲自来到机组人员休息的地方，询问他们的需求。他约60岁左右，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眼神温和有力。你们辛苦了，有什么需要尽管说。他的普通话标准流利，语气诚恳，让人不自觉地想要信任他。当他得知飞机需要维修，乘客和机组可能要留宿时，立刻安排了附近的酒店，并组织专车接送。不会太麻烦吗？张岩忍不住问道。想到他们有100多位乘客和机组人员，不会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满是善意。这句话让张岩心头一热。是啊，我们虽然相隔海峡两岸，但本质上都是黄皮肤的华人。为什么大陆那边总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台湾呢？林建宇被安排负责协助他们机组人员的后续工作。在等待车辆的过程中，张岩忍不住问他，你们机场平时也会进行这种紧急救援演练吗？感觉你们的反应速度和协调能力都很专业。他笑了笑，每个月都有不同类型的演练，今天只是把演练变成了实战而已。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开给他看，这是我记录的各种应急案例和改进方案，有些是从全球各地机场学来的。张岩惊讶地看着那本满是笔记和图表的本子，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你很热爱这份工作？是啊，机场是连接世界的窗口，能帮助旅客平安出行，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真诚的热爱。听他这么说，张岩更加惭愧了。我居然凭着道听途说就对台湾机场妄加评判，而他们却在默默学习和进步。晚上，当他躺在酒店的床上，想起今天的经历，脑海中思绪万千，怎么都睡不着。他掏出手机，找到了那个经常和他一起吐槽台湾机场的同事，犹豫了一下，发了条微信，你知道吗？台北松山机场其实很棒，他们的应急处理能力一流，工作人员专业又温暖，我们之前都错了。发完这条消息，他感到一种释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容易，但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他决定，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了解台湾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凭道听途说就妄下结论。几天后，张岩终于回到了广州。尽管旅途的疲惫让他显得有些倦怠，但心中的那股悔意和对自己改变的渴望却让他感到无比清醒。他开始回想起这次迫降经历中台湾松山机场工作人员的表现，那种从容应对的专业态度和细腻体贴的服务，让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曾经对台湾的看法是多么偏颇。过去，他对台湾的固有偏见完全源自于自己对环境的无知与对他人文化的缺乏理解。我错了，张岩轻声对自己说，这句话重复了无数遍。每次回想起那些工作人员对乘客的关怀，他都会不禁愧疚，尤其是那位递给他热奶茶的地勤人员。林建宇和写着感谢您的信任的小卡片，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回到公司后，张岩将这次经历写成了详细的报告，分享给了公司领导。他在报告中诚恳地写道，台湾松山机场的工作人员
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与我曾经对台湾机场的偏见和看法截然不同。我建议公司考虑将松山机场纳入常规备降机场，并在空乘培训中增加台湾机场的危机处理案例。他的报告引起了公司领导的关注，公司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安排他前往台湾参与为期2周的交流学习计划，进一步了解台湾的航空服务与管理。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张岩感叹道。他虽然依然对这次学习充满了期待，但也难掩内心的一丝忐忑。毕竟在他心里，台湾仍然是那个落后的地方。虽然他在报告中已表达了对台湾服务的赞赏，但他依然有些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在这次交流中彻底改变自己对台湾的偏见。然而，随着他踏上飞往台湾的航班，张岩的心情却变得异常复杂。在飞机即将着陆时，他透过舷窗看到了那片熟悉的城市轮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那个张岩，他的内心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岩在台湾的2周学习中，完全被当地人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所震撼。他发现，台湾人确实非常注重细节，无论是服务还是文化传递，都充满着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在交流学习的第1天，张岩和其他几名空乘人员一起参观了台北的几个重要机场。他看到机场工作人员在安检、登机口等位置始终保持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耐心的解答，都让他感受到了温暖。这种温暖不仅仅来源于服务的质量，更源于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与尊重。你看，这就是台湾的服务文化。张岩的导师林建宇笑着说，我们始终坚持服务至上的原则，只有通过细致入微的关怀，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在这2周的学习中，张岩不仅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还开始了解台湾人是如何处理复杂情况和应急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认真记录，并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努力实践。他渐渐发现，台湾的服务理念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服务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某些地方的标准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某天傍晚，张岩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台湾航空公司举办的晚宴。晚宴结束时，台湾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向大家发表了一番讲话。我们不仅要提供优质的服务，还要为每一位乘客提供一个温暖的体验。因为无论飞机飞得多高，空中飞行的每一位乘客始终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张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过服务的内涵。台湾人不仅关心每个细节，关心每一位乘客的感受，更关心他们的安全与情感需求。与此相比，自己过去对工作和服务的理解似乎过于单一和表面。在2周的交流学习结束时，张岩心中的偏见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他开始真心佩服台湾人的工作态度与服务理念，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那些对台湾文化和服务的不公平评价。他在心里默默承诺，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文化差异，他都将以更加开放、谦虚的心态去接受和尊重。时间过得很快，张岩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返回广州。公司安排他做了一次分享会，他毫不保留地讲述了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观念的转变。张岩建议在他们的服务培训中借鉴台湾同行的经验。然而，分享会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几位资深同事提出质疑，一次偶然的紧急降落就能证明松山机场全面超过我们，他们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得好而已。对啊，台湾那么小，机场能有多先进？你是不是被他们的表面现象迷惑了？又一位同事附和道。面对这些质疑，张岩深吸一口气，拿出了这2周收集的数据和照片。请看这些数字，松山机场的旅客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 95%， 远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他们的应急响应时间比国际标准快 20%， 这些都是事实，不是我的主观印象。他打开投影仪，展示了几张照片。这是他们的自助值机系统，采用了最新的生物识别技术。这是他们的行李追踪系统，可以实时定位每一件行李。这是他们的无障碍设施，考虑到了各种特殊需求旅客。看着同事们逐渐变化的表情，他继续说，我之前和你们一样，
凭借道听途说就对台湾的机场妄加评判，但真正去了那里，亲眼所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张岩的真诚似乎打动了大家。最后，公司副总裁站起来说：“张岩的建议很有价值，我们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将派出更多人员前往台湾学习交流，特别是在服务理念方面。”张岩的工作依然忙碌，但他常常怀念起台湾那段宝贵的时光。他将那张写着“欢迎您来到台北”的卡片珍藏在心里，时不时拿出来回忆那份温暖的关怀。我变了，张岩在心里轻声说道。他不再那么轻易评判任何地方、任何文化。他开始真正理解到，服务不仅仅是工作的一部分，它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在日常工作中，张岩时常会用他在台湾学到的服务理念来指导自己和同事们。他开始更加注重细节，体贴每一位乘客的需求。他的微笑更加温暖，话语也更加亲切。每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他不再自以为是地急于下结论，而是学会了耐心倾听，接受不同的观点。张岩从此走出了过去的桎梏，他不再以傲慢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是用一颗谦逊的心去面对和接纳身边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成长吧，放下偏见，拥抱真实，在理解中建立连接。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如果今天我的分享触动了你，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和分享。你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如果你也有关于台湾的温暖体验或难忘经历，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让这些美好的瞬间传递给更多热爱宝岛的朋友。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